如果世界沒有人按讚，你還會繼續做嗎？先想一個畫面，你默默幫助一個人，奉獻一筆錢，為別人禱告，但沒有人知道，沒有掌聲，沒有截圖，更沒有你好棒的留言。我很誠實地問一句，你還會願意嗎？如果這個問題讓你有點不自在，恭喜你，你已經走進了馬太福音6章1到15節的核心。耶穌一開頭就說得很重，你們要小心，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們看見。注意，耶穌不是說不要行善，他說的是不要表演式行善。問題不在行為，而在我到底想給誰看。耶穌接着講3件屬靈人最常做的事：1. 施捨，2. 禱告，3. 禁食。每一件事都可能變成舞台。耶穌說，有些人施捨時吹號，不是怕人不知道，是怕人不知道的不夠清楚。而那些人的賞賜是什麼？很直接，人的掌聲已經拿完了。然後耶穌輕輕放下一句完全不同節奏的話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報答你。這一句不是壓力，是安慰。原來你不需要證明自己，不需要一直被看見，因為有一位父早就看見。接着耶穌教導門徒禱告，不是華麗的宗教用語，而是從一句很簡單的話開始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不是至高無上的主宰，不是宇宙的能量，是父。接下來的每一句都不是在炫耀信心，而是在承認依靠。耶穌教門徒說，願你的國降臨。我們常常把這句話念得很溫柔，但其實意思很激烈。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，神啊，輪到你做主了。換句話說，這不只是邀請神來幫忙，而是請他來接管。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這一句更狠，不是說神啊，請你祝福我的計劃，而是如果我的計劃跟你的不一樣，那就改掉我的。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很多禱告卡住，不是因為神沒聽見，而是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讓他插手。我們最怕的是神真的回答，但答案不是我們要的。因為一旦神的旨意進場，我們就不能再只問我想要什麼，而要開始問天父要什麼。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，這一句突然變得很日常，不是年薪，不是10年計劃，而是今天夠用就好。耶穌好像在說，你不用一次拿完安全感，你每天都可以來找我。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。注意，耶穌沒有說不會有試探，而是承認人生真的有誘惑，有拉扯，有軟弱。但他教我們這樣禱告，意思是我知道我自己不可靠，所以我要依靠你。最後耶穌補上一句讓人很難假裝沒看到的話，你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。原來屬靈不是表現得多虔誠，而是你願不願意放手那個你緊抓不放的願。馬太福音6章1到15節不是在叫你低調，而是在邀請你回到關係。當沒有人看見時，你仍然選擇愛，選擇信，選擇饒恕。那時候你不是在演宗教，你是在活出天國。